小马克思访美，想在中美之间玩平衡，无奈自身分量不够，仅靠花言巧语显然没用，弄不好两头得罪，最后还惹火烧身。欢迎来到新的观天下。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美，看来是有些异想天开，想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玩平衡，两边要价，两边得好处。但从目前小马克思的自欺欺人的小伎俩来看呢，恐怕不但难以做到让菲律宾利益最大化，反而可能给菲律宾招来灭顶之灾。在去美国访问会晤拜登之前，小马克思表态不会鼓励任何国家采取任何挑衅行动，将菲律宾卷入其中，不会允许菲律宾被用作任何军事行动的补给站。这显然是在安慰中国，但在小马克思批准给美军提供4个新的军事基地后，这样的说辞显然缺乏可信度。小马克思需要明白一点，那就是以美国的霸道和言而无信，他发射导弹之前绝对不会征求菲律宾的意见。首先，不知道菲律宾和美国关于提供军事基地的协定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其次，即便有，对美国能有几分约束力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驻菲美军士兵在菲律宾领土上当街殴打菲律宾平民，理论上菲律宾政府都没有权利抓捕犯事的美国士兵，因为根据美菲在1992年签署的访问部队协定，美军士兵在菲律宾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这与驻日美军和驻韩美军的情况一样。对美军的刑事犯罪，菲律宾都没有司法管辖权，菲律宾政府又凭什么能保证美军不会利用菲律宾基地对中国发动打击呢？而且，如果美军真的这么干了，菲律宾政府又能有怎样的手段来阻止美国呢？因此，小马克思的口头声明并没有什么制约性。从另一方面来讲，假如美军利用驻菲美军基地向中国发动导弹袭击，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必然会展开反击，那么驻菲美军基地自然也会成为解放军的导弹目标。而且作为反击方，中国自然也不会轻视小马克思能否允许中国的导弹落在菲律宾的领土上，而站在美国的角度，肯定也不会接受小马克思的要求。美国极力争取在菲律宾恢复军事基地，必然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肯定不是为了仅仅跟菲律宾搞搞联合演习吧。就战略位置而言，无论是针对台湾还是针对南海，菲律宾都被美国视为重要的战略出发地。自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呢，菲律宾就被美国视为牵制中国的前沿阵地。而后无论是南海仲裁案还是中美南海军事对峙危机，都是美国将菲律宾顶在最前线的表现。如今呢，美国联合英国、澳大利亚在东南亚外围搞了一个奥库斯联盟，这其实就是美国在南海周边打造小北约的雏形。下一步再拉入日本和韩国，对付中国的亚太版北约就呼之欲出了。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是不介意占至最后一个菲律宾人。而对于菲律宾而言，主动让自己沦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最前沿，显然是致命的战略失误。好的，这个话题先说到这里。